这里面又是2个八爪鱼啊！今天肯定又是八爪鱼大丰收的一天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。第一处地方的笼子是有抓到了60-70个的这个八爪鱼啊，现在准备过去拉第二处。第二处也是接近200个的笼子。在开船的同时啊，也修补一下那些破掉的笼子，这些就是破的洞比较大的。马上也就要到达位置了，准备把这些笼子给拉上来。然后就准备一些诱饵笼，替换掉笼子里面那些旧的。已经到达位置了，现在准备把这一次的笼子给拉上来了，希望也是八爪鱼多多吧。第一个笼子里面没有东西啊，第二个笼子里面好像有几条这个19公在里面。今天捉到的19公还是挺多的，而且还看起来挺大条的。这一个笼子里面又是好几条19公了，毕竟有礁石区的位置就有19公出没，而且现在19公的旺季是过去了，所以数量少很多了。这一处的笼子好像被其他人放的笼子给压住了呢，所以要把我们的笼子拉上来，穿过它压住了那一条线才行。暂时还没有遇到八爪鱼过来啊，19公倒是上了好多条。只能割断自己绳子的母绳了，别人的笼子就不要去割断它了，这样它就比较麻烦了。自己麻烦一点都无所谓啊，别人把它割断了，它就比较难找到笼子了。虽然割别人的更容易拉上来，还是没有弄好啊。这肯定是被压住了好几处地方的笼子啊，这样就比较麻烦了。哎，没事啊，反正渔民赚点钱也不容易，大家也是互相体谅一下。那就再割断自己的母绳一次吧。割断后，然后重新接上来就行了，问题也不大。你看，被压得这么死死的，肯定是要割断一下先的，还浪费了挺长的时间。而且前面的这一些笼子也是没有八爪鱼上来，也是比较难受的。偶尔也有几只这种石头蟹上来的。天差不多也是快亮了，拔了这么多的笼子，就上来了一条八爪鱼而已啊！八爪鱼跑哪里去了？跟第一处地方也是真的没法比啊，第一处地方挺多的呀。终于又来了一大个。里面又是一个大八爪鱼，哎，还跑呢？看你往哪里跑啊？还不是要被倒出来？也已经是5点多了，天也是渐渐亮了。从2点钟工作到现在了，还装上来了好几个这种海象皮呢。太小个的就掉回海里面再长长。看这个笼子里面就有好几只这种石头蟹，别再说没有螃蟹了。连海鱼都能捕到这么多，但是主要还是为了捕八爪鱼为主啊。终于也是又来了一条八爪鱼了。哦，这里面这一个八爪鱼就挺大个的，看起来应该要达到3斤以上的啊。今天这么大个的八爪鱼其实也不少啊。又有啊，开始连续的上八爪鱼了，可能也是跟放的位置有关系的吧。连这个小波比都上来了一条呢。又是一大个啊，今天这些大个的八爪要比小个的多很多。像这样子的八爪要用高压锅压一下，肉质才比较软嫩一些。这种鳗鱼也上来了一条哦，又是石头蟹加这个19公啊。里面还有一条白花鱼，看起来是金灿灿的哦，还挺漂亮的。空的笼子比较少啊，基本3个笼子基本要2个有鱼货，但是八爪鱼就没有那么多了。八爪鱼的数量就要比上一处地方的那些笼子要少很多了。太阳也是快升起来了啊，此处的朝霞还是挺漂亮的吧。又来了一大个。这种大个的八爪鱼我们这边是叫做石巨，一个可以长到8-9斤呢，普遍的都是2-3斤吧。一种八爪鱼皮肤是偏黑红色，肉质就不怎么好吃了。一种白色的小个的会比较好吃。那一种八爪鱼叫做望潮，属于一种长不到特别大个的八爪鱼。那一种的肉质比较脆，而且价格也是比较高一些。望潮的价格一斤可以卖到40几块钱了，和现在这种大个的八爪一斤才20几块钱，相差了1倍的呢。而且数量一多还降价了。
但是也都是口味跟口感的问题吧。那种小个的白氏八爪要放章鱼罐才比较多，像放这种笼子的偶尔也有几个而已啊，但是数量就不多了。这一处的笼子虽然鱼货是比上一处要多啊，但是八爪鱼的数量就比上一处要少一些。一说完，他又连续的来八爪鱼，这里面又是2个八爪鱼啊！今天肯定又是八爪鱼大丰收的一天了。果然，第一处笼子那一个还是来了一条这个白蜡鱼，应该也是拉了有个2/3的笼子上来了吧？又上来一个大八爪，也上来了好几条呈这个金色的白花鱼。偶尔这些笼子里面也是装有2个、3个这个大八爪呢。自己不舍得割断别人的母神啊，别人却要割断你的母神，而且打的结也不正宗啊。总体上来看，上来的八爪还是挺多的，还是挺大个的。即使没有上一处地方的多，但是数量还是可观的。好了，这一处地方的笼子也是拉完了，拉上了八爪就30来个吧，加上上一处地方加在一起就100个左右。然后又是准备回过头去把拉上来这些笼子给重新放到海里面去了。这一处笼子就比上一处要少一些，就100多个，上一处是有200个呢。不过应该也跟放的位置有关系的吧。太阳也是渐渐的升起来了啊，欣赏一下海里面的日出，还是有点心旷神怡的感觉。放笼子的时候还是要靠叠笼子那个人记住好顺序才对啊，一旦拿乱了顺序还是比较麻烦的。这一边笼子也是全部放下去了，然后把这个浮漂投下去就行了。笼子是放完了啊，就准备过去拉下一处地方的笼子了。海里面总共就剩下2处地方的笼子了。好了，这一个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啊，下一处地方的笼子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观看。我是南澳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也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观看下一期的精彩视频哦，谢谢大家。